上一期我们讨论了人类文明史中曾存在的关于社会结构选择的3种自由，其中最基本、最直观的就是迁徙的自由。如果说人类新史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古人可以打个响指就重组社会、改变居住地的自由图景，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则直指现代社会对这种自由设置的最大障碍。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跟着大卫·格雷伯和大卫·温格罗的人类新史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漫游。我们看到了，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分，我们的祖先们拥有着令人惊叹的自由，他们可以随时切换社会结构，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哪里停留，又在何时启程。我们谈论了3种自由，而这其中最本能、最原始也最不可或缺的，正是迁徙的自由。但如果我们将目光从遥远的史前时代投向我们身处的21世纪，我们会看到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今天的世界，迁徙的自由不再是一种普遍的权利，而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特权。对于拥有全球北方护照的人来说，跨越国界可能只有短暂的不适，但却是一次轻松的旅行。但对于全球南方无数人来说，这却是一场充满了剥削、暴力，甚至死亡的生命冒险。我们常常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国情不同、资源限制，或者一句冷冰冰的“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今天我们要挑战的就是这句世界就是这样的常识。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本极具颠覆性的著作，反对边界，废除论据 Against Borders, The Case for Abolition。 本书作者格蕾西梅布拉德利和卢克德诺罗尼亚的核心论点非常直接，甚至带有激进色彩。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种极端不平等，正是由边界这种人为且虚假的制度体系所制造，并不断强化的。他们主张，我们必须挑战支撑整个全球秩序的逻辑，即民族国家体系及其边界。在我们的集体认知中，边界似乎是天然永恒的。我们认为它完成了3项重要的工作：一，它区分了我们和他们，定义了公民与非公民。2，它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工作和福利，免受外部的威胁。3，它维持了国内的和平与安全。但本书告诉我们，边界实际上未能兑现这些承诺，它所带来的危害远大于它所声称提供的益处。首先，边界是晚近的发明，而非天然的产物。直到19世纪末期，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们仍然相对自由地移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依赖于护照、签证和边境管制的民族国家体系，是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在过去100多年里才逐渐成型的。而这种现代边界的建立，其历史初衷就是为了维持和复制旧有的殖民等级制度和种族不平等。其次，边界制造了极大的伤害与不公正。它将人类一分为2，一部分人获得了移动的自由和停留的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却同时被剥夺了这2种自由。他们不是被困于自己的家园，就是被迫在冒着生命危险的偷渡中，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边界是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暴力的体现。最后，边界的承诺是一个虚假的安慰。他承诺通过排斥非公民来保护公民，但最终却被用于监控和控制全体人口。边界不仅在边缘，而在日常。本书最引人深思的一点，在于它拓宽了我们对边界的理解。边界并非只存在于疆域边缘、机场或边境墙上。事实上，边界无处不在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想象一下，边界就像一张巨大的、无形的蜘蛛网，
它紧密地与我们社会的每一个制度都交织在一起。在工作场所，移民身份的限制，使得非公民不得不从事最低薪、最危险的工作，并忍受剥削，因为一旦反抗，他们可能失去居留权，甚至被驱逐。在福利系统，边界通过法律条款决定了谁能获得医疗、住房、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它人为地在社会内部制造了巨大的等级差异。在身份管理，它通过生物识别、数据库和算法，将非公民标记为风险，使其时刻处于被追踪、被监控的状态。这种控制和不稳定感剥夺了人们的基本尊严。边界的真正作用不是维护国家的团结，而是在单一民族国家内部制造分裂和等级制度。它通过差异化分配权力的体系来运作，制造了一种不稳定性和可抛弃性。这种不稳定性最终也会反噬到所有人的身上。因此，本书坚决地指出，边界问题不是孤立的移民问题，而是系统性、跨学科、关乎所有人自由的政治问题。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探讨边界制度如何与种族、性别、资本主义、警察、反恐、数据库以及算法这7个权力系统深度勾连，从而彻底理解迁徙的自由是如何被现代权力网络系统性的剥夺、压缩和控制的。让我们从根源上开始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下一章，我们先从边界与种族等级的历史性关联谈起。在上一章引言中，我们谈到了现代社会对迁徙的自由设置的最大障碍——边界。我们指出，边界并非天然存在的秩序守护者，而是一个人为且系统性的制造不平等的工具。我们将深入全书的第1章，来探讨边界制度与种族等级制度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历史和现实关联。一个关键的常识性迷思是，许多人认为移民管控只是基于国籍和经济地位的理性选择，它与种族主义无关。政客们也常常宣称，我们针对的是非法移民，而非任何特定的种族群体。但本书驳斥了这种天真的看法。作者明确指出，种族是内置于现代边界体系中的核心分类逻辑。现代边界制度实际上是殖民主义不平等在当代最主要的复制器和载体。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19世纪末期，那是全球范围内现代移民管控体系奠定基础的时期。在那个年代，我们看到了第一批针对特定种族群体的排斥性法律的出现。美国颁布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特定民族、种族群体的排斥性移民法。澳大利亚推行白澳政策，以文化和语言测试等形式确保移民人口的种族纯洁性。欧洲列强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殖民统治，却在本土开始对殖民地臣民的流动进行限制。这些法律的出台，并非出于对国内失业率的担忧，而是出于一种明确的旨在保护白人种族和文明的等级优越感。通过法律的手段，他们将某些人群标记为不可同化、低劣或威胁。所以，现代边界体系的蓝图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用种族和殖民等级绘制而成的。那么，边界是如何在当代继续制造种族等级的呢？作者提出一个深刻的洞见：种族是一种全球人口管理中的分类体系，它不需要用肤色直白的命名，它可以通过国籍、贫困和移民身份这些看似中立的标签来运作。当代边界的排斥性精确地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后果高度重叠。谁被允许快速获得签证？通常是全球北方国家的公民。谁被要求提供大量文件，忍受漫长等待？
甚至被拒绝入境，通常是来自被殖民地区、经济贫困或曾被排斥的族裔群体。边界系统通过法律和空间上的排斥，决定了谁能迁徙，谁被禁锢，谁可以获得权利，谁必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它将被种族化的群体与缺乏财富的群体与非公民的群体形成了强大的三位一体的关联。边界将殖民主义遗留下的不平等结构，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编码进了当代生活。作者因此得出一个有力的结论：移民管控不是种族主义的偶然表现，它本身就是一种种族分类机制。只要边界制度存在，它就必然是复制和加强种族不平等的工具。边界的种族化并非只发生在国境线上，本章还强调了内部边界的存在。在许多殖民宗主国，如英国，对来自前殖民地的移民的歧视和排斥从未停止。即便一个人合法入境，获得了居留许可，边界的幽灵仍然如影随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温德拉什 （Windrush） 世代的丑闻。这批在战后被邀请到英国帮助重建的前殖民地公民，仅仅因为缺乏官方纸质证明，就被追溯性地宣布为非法，面临驱逐和福利剥夺。在1948年至1971年间，数以万计的加勒比海国家公民，这些国家当时仍是英国殖民地或英联邦成员，被英国政府邀请前往英国，帮助战后重建，以填补劳动力短缺。他们乘坐的船只，如著名的帝国温德拉什号 （Empire Windrush），象征着他们作为公民被召唤和欢迎。他们当时作为英联邦公民，拥有自动入境和居留权，不需要正式的身份文件。几十年后，英国收紧了移民政策。在2012年，政府推出了旨在制造敌对环境 （hostile environment） 的政策，要求所有居民必须提供官方文件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才能获得医疗、租房、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由于温德拉什一代在几十年前合法入境时没有被发放正式的居留文件，而很多旧的旅行和船运记录又被政府销毁了。在新的法律下，这批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英国、为英国做出贡献的公民，突然间被追溯性地宣布为非法移民。他们失去了工作，被拒绝接受国民医疗服务 （NHS） 的治疗，失去了住房，甚至有数千人被拘留、驱逐或被威胁驱逐回他们几乎陌生的故乡。他们不是罪犯，他们只是缺乏一张纸。国家可以单方面改变规则。边界制造的合法性是一种极度脆弱且有条件的恩赐。边界制度最终被用来针对那些曾被视为自己人的非白人公民。国家通过内部边界，例如对租房、就业、医疗等权利的限制，将特定群体重新非法化，在国土内部制造了殖民地的边缘人经验。这种实践再次证明了边界制度的种族本质，它维护的不是对公民的保护，而是对特定种族、经济等级制度的维护。作者通过扎实的历史和现实分析，挑战了我们对边界的全部天真幻想。边界不是一道中立的、保护秩序的防火墙，它是一台带有历史偏见的、持续运作的系统性暴力机器，其核心功能就是将殖民时代的种族等级制度现代化、合法化。因此，当我们讨论迁徙的自由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自由的缺失，与其说是资源的自然匮乏，不如说是一种人为的、种族化的政治暴力结果。这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一个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内置于其法律和制度框架中的世界里，我们能否真正实现非种族主义的移民管控？如果边界制度的本质就是一种种族分类机制，那么
任何改革措施，如果不能触及边界本身的存废，是否都只是在美化这台暴力机器，让其看起来更体面、更有道德感？下一章，我们将继续拓宽视野，探讨边界如何与另一个同样古老而复杂的系统——性别相互作用，制造出新的剥削与不公。在上一章中，我们拆解了边界制度与种族等级制度之间那种剪不断的联系，论证了非种族主义的边界管控是不可能实现的悖论。我们将沿着这本书的脉络，继续探索边界如何与我们社会的另一根基——性别权力结构交织在一起，并对特定人群的迁徙的自由造成双重伤害。我们通常认为，边界管控是中性的，针对的是人，而不是男人或女人。但作者指出，这是对边界制度运作方式的一种盲目简化。事实上，边界的运作是高度性别化的，它根据性别预设和角色，有针对性地制造了特定的脆弱性和剥削机会。边界制度是如何针对性地对女性和酷儿群体施加暴力的呢？我们来看两个核心领域。第一个是亲密关系与依附的陷阱。我们来看一个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依亲签证制度中的机制性陷阱，它直接利用了亲密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在许多国家，为了防止假结婚，法律设计了所谓的有条件居留制度。这意味着，移民者必须与作为担保人的配偶维持婚姻关系至少2年或更长时间，才能申请获得永久居留身份。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移民者，通常是女性，在异国他乡，所有的法律权利都捆绑在了这段婚姻关系的持续性上。如果他的伴侣对他实施家庭暴力、情感虐待或经济控制，他会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忍受暴力，因为一旦他离婚或寻求法律保护，他可能会立即失去居留权，被驱逐出境，回到一个他已经没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国家。寻求帮助，这意味着可能失去居留身份，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被送入居留中心。在这种制度下，边界管控实际上是为家暴者提供了武器。施暴者会明确告诉受害者：你敢走，我就举报你，你就会被遣返。边界制度本应保护人权，但在这里，它却将家庭暴力变成了移民控制的工具。它系统性地惩罚了那些试图逃离虐待关系的受害者，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有条件的、依赖性的生存状态。第二个是全球范围内的关怀劳动剥削。我们知道，在全球范围内，育儿、养老、护理等关怀劳动主要由女性承担，其中相当大比例是由移民女性承担的。边界制度通过对这些劳工身份的严格限制，如临时签证、特定雇主绑定等，确保了发达世界能够获得廉价的、驯服的关怀劳动。这些工人被剥夺了在职场维护权益的能力，因为一旦抗议或辞职，他们就可能失去签证。更残酷的是，边界在保障了发达国家内部关怀的同时，却剥夺了这些移民女性为自己和亲人提供关怀的权利。她们被迫与自己的孩子、父母长期分离。边界制度在此成为了性别分工与资本剥削的工具，利用了全球女性在关怀劳动中的传统角色，完成了跨越国界的劳动力转移和压榨。边界系统对女性和酷儿群体的暴力，还体现在惩戒体系的各个环节。首先是居留设施中的暴力。在移民居留中心，女性，尤其是酷儿和跨性别移民，面临着特殊的、针对性的暴力和虐待风险。他们经常遭到男性看守的性骚扰或侵犯，且往往投诉无门。
因为边界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隔离和不透明的结构，使得受害者难以获得公正和保护。其次是边界审查中的性别歧视。边界执法人员往往依据刻板的性别预设来审查申请者。对于女性难民，她们遭受的基于性别的迫害，如性暴力、强迫婚姻、割礼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被充分承认为难民理由。对于酷儿群体，他们常被要求提供可信的，甚至带有猎奇性质的性取向或性别身份证明，这侵犯了他们的尊严和隐私。边界制度试图用一种僵化的、二元的性别观来衡量和划分人类，这不仅压制了女性，也残酷地排斥了任何不符合传统规范的个体。最重要的是，边界的暴力不是单一的，而是交织的。对于来自全球南方，同时拥有女性身份的移民来说，他们承受着种族排斥、经济剥削和性别权利不平等的叠加压力。边界制度将所有这些不平等结构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难以逃脱的系统性的脆弱性网络。本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视角：边界并非只是一条地理上的线，它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利用并强化了现有的性别等级制度。如果边界制度如此有效地充当着剥削和暴力的系统性工具，那么我们必须将目标定为彻底废除边界，从而瓦解所有这些系统性暴力的支撑。如果我们要追求迁徙的自由，我们必须首先拆解那些利用性别、种族和国籍差异来限制这种自由的制度性壁垒。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边界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看看现代经济体系是如何依赖边界来维持其运转和利润的。我们正在沿着反对边界的脉络，一层层剥开这个看似中立的制度。我们已经看到边界如何与种族等级和性别权利相互交织，共同制造系统性的不平等。现在我们要深入到最根本的结构——资本主义。当我们谈到移民和经济，一个常见的观点是，移民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而边界的作用是保护本国工人的工作和福利。换句话说，边界是抵御全球化经济冲击的防线。但本书挑战了这种简化。作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不仅不排斥移民，反而高度依赖边界的存在。边界的核心功能不是完全阻止人员流动，而是管理和操纵这种流动，以服务于资本积累的需求。简单来说，边界是全球资本主义盈利模式的关键工具，它与资本是共生关系。边界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帮手的呢？边界通过创造和维持大量的非公民、临时身份或无身份的移民劳工群体，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廉价、最驯服的劳动力来源。边界制度的核心在于制造不稳定性和可抛弃性。我们来看季节性工人签证这一普遍的机制。这种签证允许移民进入发达国家从事特定的，通常是体力密集型、低技能的工作，比如农业采摘。这些签证的特点是双重捆绑。时间捆绑，移民的居留权严格限制在工作季节内，时间一到必须离境。雇主捆绑，他们的签证与特定雇主直接挂钩，如果他们辞职或被解雇，就会立即失去留在该国的法律基础。在这种机制下，移民劳工往往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被迫从事最低薪、最危险、最具剥削性的工作。资本家只需一个简单的威胁：我会取消你的雇佣合同，你就会失去签证，被驱逐出境。边界制度确保了资本家可以得到这些工人的劳动，却被系统性地免除了对他们的社会责任。这是一种高效的剥削模式，劳动被吸纳，但权利被排除。
边界的第二个关键经济功能，在于维持全球范围内的极端不平等。在一个全球化且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什么全球最富裕和最贫穷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仍然如此巨大？原因正在于边界。边界人为地在劳动力市场之间设置了高耸的壁垒，它通过限制从低工资地区向高工资地区的流动，从而保护了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高利润率和低劳动成本。此外，边界在社会内部制造了一个分化的劳动力阶层，资本家可以利用有身份和无身份工人之间的差异，制造对立和不信任，从而压低所有工人的整体工资和福利水平。边界并没有保护工人，它只是让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最终服务于资本。许多移民在发达国家从事低薪工作，赚取的微薄薪水会以汇款形式汇回他们的祖国。这些汇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南方政府的社会压力和贫困，反而稳定了全球经济的旧秩序，使结构性不平等得以持续运转。从这个角度看，边界并非经济的障碍，而是确保全球资本能以最低成本获取所需资源的关键基础设施。除了服务于更广泛的资本主义生产，边界本身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自我循环的边界产业复合体。这个产业直接从边界的严苛化和军事化中牟利，使得边界问题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危机，而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私人居留中心是边界产业中最具剥削性的部分之一。在许多国家，移民居留设施由私营公司运营，这些公司的盈利直接与被居留者的人数和居留时间挂钩。这意味着，移民人数越多，居留时间越长，这些公司的股东就越赚钱。这种经济动机使得他们有强大的理由去游说政府，推行更严苛的移民政策和更长的居留期限。他们不仅仅是执行政策，他们是政策严苛化的驱动力。此外，军事承包商和科技公司为边境修建围墙，提供无人机、热成像系统和复杂的监控软件。金融和法律服务业也从复杂的签证制度中获利。这种边界产业的存在，使得维持边界制度成为一个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诉求。他们与政府机构形成共生关系，不断地推动边界的扩张与深化。边界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它通过制造社会分化和法律脆弱性，确保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最大的利润空间。因此，当我们听到有人说移民会抢走我们的工作时，这本书提醒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移民的到来，而是边界制度将他们置于一种易于被资本剥削的身份，并用这种剥削来压低所有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废除边界，同时也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暴力的挑战。它要求我们构建一个不依赖于奴役、不依赖于等级剥削就能运转的更平等的经济结构。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边界制度如何与国内警务系统相互渗透，将边界的控制手段扩散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正在沿着《反对边界》这本书的逻辑，深入到更隐蔽的系统。我们已经理解了边界是殖民等级、性别剥削和资本利润的帮凶。现在，我们聚焦于第4章，警察 （Policing）。当我们谈到边界，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边境巡逻队或海关官员。当我们谈到警察，我们想到的是国内的公共安全。两者似乎是分离的。但本书告诉我们，边界正在扩散，警察正在边境化。边界不再是遥远的地理上的线，而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追逐、划分和控制人群的社会机制。这种渗透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在于，国家权力系统正在将边界检查的职能下放给国内的各种机构，
甚至是普通公民。在许多国家，移民执法机构和国内警察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在一些地区，当地警察被要求或鼓励与联邦移民机构合作，这意味着警察在日常的交通检查、社区巡逻中被赋予了移民执法权。一个原本只是因为超速被拦下的司机，可能仅仅因为没有携带特定身份文件，就被转交给移民拘留系统。这种职能的融合导致了特定社区，尤其是移民社区和被种族化社区，对执法机构信任的彻底瓦解。人们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移民身份，甚至不敢向警察报告自己遭受的犯罪行为，这使得整个社区陷入一种沉默和双重威胁的境地，最终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公共安全。更阴险的机制是边界通过各种制度将公民转变为事实上的移民执法者。书中详细剖析了所谓的敌对环境 （hostile environment） 政策。这种政策要求房东、银行、医院、雇主等民间机构承担起检查和核实人们移民身份的责任。例如，房东必须检查租客的居留权，否则可能面临巨额罚款。这导致房东为了规避风险，干脆拒绝将房屋租给任何缺乏明确公民身份证明的人，或看起来像移民的人。这种制度用制度化的不信任和歧视，将边界的排斥逻辑从边境推到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生活环节。它没有让公民更安全，反而让所有被标记为他者的人都被卷入无休止的审查和被剥夺基本服务的风险中。边界与警察系统的融合带来的危害并非只针对非公民群体。本书强调，边界的科技化和警务化最终会反噬到所有人的自由。许多最具侵入性的针对大众的监控技术和警务策略，往往首先在边界地区或移民执法中进行试验。书中指出了像 Palantir 这样的科技公司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开发的软件最初被用于军事和边境，协助预测阿富汗和伊拉克境内的简易爆炸装置，随后很快被推销给城市警察部门，用于预测性警务。这种技术通过收集海量的个人数据，包括社交媒体、公共记录等，来建立风险模型。这种技术在移民执法中首先被用来追踪和识别非公民。一旦它在边境被证明有效，它就会被迅速推广到城市的普通警务中。边界执法成为了大规模、高科技、侵入式监控全体人口的孵化器。边界承诺通过排斥移民来保护公民，但最终却被用于监控和控制全体人口。当地方警察拥有了检查身份和使用边境监控技术的权利时，所有人的隐私权和自由迁徙权都受到了侵蚀。边界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它的武器化和扩张，最终危及的是普遍的自由。边界和警察系统是同一种系统性暴力的两面。边界的扩张意味着警务的殖民化和种族化。如果说我们向往迁徙的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反对这种将执法权力扩散到日常生活的系统。废除边界，同时意味着削弱将公民自由视为可有可无的过渡警务权利。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边界制度与反恐战争的结合，看看恐惧是如何被工具化，以合理化更大规模的边界扩张和技术监控的。我们正在探讨边界如何作为一种系统性的权力工具，与我们社会中的各个基础结构相互作用。前几章，我们分析了边界与种族、性别、资本主义和国内警务的融合。现在，我们将聚焦于一个更加敏感，也更加具全球性政治色彩的议题——反恐。在9·11事件之后，安全成为了全球政治的最高优先事项。
边界和移民管控被迅速地纳入了反恐的叙事框架中。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严厉的边界管控是抵御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必要防线。但本书提醒我们，这种将移民与恐怖主义简单划等号的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化，它将人类的恐惧变现用以合理化边界制度的无限扩张和深化。反恐叙事是如何为边界制度服务的呢？首先，它使得例外状态常态化。在反恐的名义下，政府可以轻易地绕过正常的法律和人权保障程序，例如，针对特定国籍或宗教背景的人群，实施特殊登记、预防性拘留、秘密法庭等措施。这些措施本应是例外状态下的临时手段，但由于反恐的持续性，它们变成了针对特定群体的长期制度化实践。其次，它转移了注意力，掩盖了国内的失败。反恐叙事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外部威胁，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国内结构性不平等和政策失败的注意力。它将资源和公众关注引向边境和监控，而不是种族不平等、经济剥削等真正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反恐叙事的影响下，边界的运作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走向了军事化和科技化。反恐战争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被用于为边境执法机构购买军用级别的装备和技术，如无人机、高精度监控设备、武器等。边界执法人员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军事权力，模糊了士兵和警察的界限。这种军事化不仅将边境地区变成了实际的战区，更将边境的暴力逻辑引入到国内的警务和执法中。最值得警惕的是技术的转移。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Palantir 等科技公司，其软件最初被用于军事目的，协助预测战场上的威胁。然而，这些技术随后被迅速应用于移民执法和国内警务。反恐技术被用于建立庞大的威胁模型和嫌疑人数据库，边界成为这些监控技术和算法的试水池。一旦它们被用于追捕非公民群体被证明是可行的，这些技术就会以公共安全或反恐的名义，不可避免地被用于监控和控制全体公民。边界正是将军事级别的监控手段转化为国内日常控制手段的制度性中介。永久的嫌疑人身份与自由的侵蚀。反恐叙事对自由的侵蚀，最根本的体现在它在特定群体身上制造了一种永久的嫌疑人身份。尽管恐怖主义是跨国界的现象，但反恐政策和边界管控在实践中往往不成比例地针对特定种族、宗教和民族背景的人群。反恐将这种风险的种族化合法化，使得对这些群体的监控和审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边界和反恐的融合，推行了一种预先惩罚 （preemptive punishment） 的逻辑，不是惩罚已发生的罪行，而是惩罚可能发生的罪行。这使得政府有权利仅仅基于怀疑、基于算法的风险模型，甚至基于一个人的国籍或宗教背景，就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拘留他们或拒绝他们的权利。第5章揭示了边界制度的终极政治武器——恐惧。边界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恐惧，而是利用恐惧来让我们接受不断被侵蚀的自由。它让我们相信，为了所谓的安全，我们可以放弃迁徙的自由，可以接受无处不在的军事级别的监控，甚至可以容忍对特定群体的歧视和迫害。但本书强调，一个真正的安全社会不应该建立在对自由的恐惧和放弃之上。废除边界，就是拒绝这种将恐惧工具化、将歧视制度化的政治逻辑。下一章，我们将探讨边界在数字时代的运作，它如何与数据库结合，
将对人身的控制延伸到对数据的控制。我们正在沿着反对边界的脉络，进入本书最现代也最令人不安的几个章节。前几章我们看到了边界与种族、资本、警察和反恐的结合，他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物理上的控制体系。现在我们聚焦于第6章，数据库。在21世纪，边界的运作已经不再仅仅依赖于边境墙、巡逻队或物理检查站，它已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数字化升级。边界的数字化意味着什么？从地理到信息，边界不再只是国界上的那条线，它渗透到信息流中。从身体到数据，对人的控制不再仅仅是限制身体的移动，而是对个人数据的无休止的收集、分类和分析。本书的核心论点是，庞大的数据库基础设施是支撑现代边界制度运作，并使其扩张至日常生活的关键技术核心。现代国家和国际组织正在建立规模空前的数据库网络，这些数据库包括生物识别信息、指纹、虹膜、旅行记录、社交媒体数据、职业信息，甚至健康记录等。这些数据库将个人信息转化为数字化的档案，并根据国家设定的风险标准，将每个人标记为低风险旅行者。潜在威胁：可疑人员或无身份者。这种分类机制使得边界可以提前运作，在一个人还没踏上旅程之前，甚至在他出生时，他就可能已经被这些系统根据国籍、族裔、旅行历史等信息划分进了不同的风险等级。边界由此从一个在国境上进行检查的系统，变成了一个持续追踪和分类个人的系统。数据库使得边界的权力运作变得隐蔽和高效。当一个人在机场被拒绝登机，或者在城市中被警察拦下时，他们面临的可能是基于数千公里外由模糊算法和错误数据得出的预先判断。这种判断的透明度极低，使得被排斥的人很难知道自己被拒绝的真正原因，也使得他们很难进行有效的申诉。数据库的逻辑带来了一个致命的缺陷：数据错误和偏见的固化。在物理世界，身份验证的错误通常可以被纠正，但在数字边界的世界里，一个错误的数据点可能导致一个人永久地被标记为风险。例如，如果一个人的名字被错误地输入了黑名单，这个错误可能会在全球共享的数据库中流转数年，导致他不断地被拒绝入境、被机场滞留，甚至被剥夺权利。数据库和数字化系统使得惩罚不再局限于犯罪行为，仅仅因为一个人试图入境、申请签证或与被标记的个体有社会关联，他的数据就可能被记录、共享和武器化。书中指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如国际刑警组织之间存在大量的数据共享协议，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排斥性分类可以瞬间影响一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自由。这种系统创造了一种新的、令人窒息的控制形式，每个人都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无害性和无辜性，而国家权力则在海量数据的掩护下，持续对我们进行怀疑和审查。边界通过数据库将不信任制度化，并将审查常态化。边界的数字化扩张使得迁徙的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它提醒我们，在数字时代，数据就是边界，数据就是控制。如果边界的终极目标是控制人的移动和停留，那么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就是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强力武器。废除边界不仅意味着拆除边境墙，更意味着挑战这种将个人信息武器化的权力结构。下一章，我们将深入第7章：算法、
看一看当数据被交给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决策时，会带来怎样的非正义和偏见的自动化。我们正在进入反对边界的最后一组核心议题，它们关乎技术与控制。上一期我们讨论了数据库，也就是边界的信息基础设施。现在我们聚焦于第7章，算法。在现代移民和边境管控中，算法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自动化决策，例如对签证申请者进行风险评分，预测谁更有可能逾期滞留，或决定将资源部署到哪些边境地区。官方叙事通常将这种自动化宣传为高效、客观、公正。算法被视为一种超越人类情感和偏见的冰冷的理性工具。但本书挑战了这种乐观的假象。作者的观点是，算法并不能消除偏见，它只能将历史的偏见和歧视以一种更高效、更隐蔽、更难以质疑的方式进行自动化和规模化。为什么算法必然是带有偏见的？这源于它的运作机制。机器学习算法是通过分析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训练的。如果过去几十年的移民历史数据中存在着对特定国籍、种族或经济背景人群的系统性歧视，例如来自特定国家的签证被拒绝率更高，那么算法在学习后就会将这种历史偏见编码进去。算法可能会发现，拥有低收入国家护照或缺乏西方旅行记录的申请人，历史上的违规风险更高。于是，它就会自动降低这些申请人的评分，导致他们被拒绝的概率激增。算法没有创造歧视，但它将过去的不公视为预测未来的有效规律，从而确保了歧视在数字时代被精确的、系统性的复制和强化。算法的引入使得关于谁有权留下这种高度政治化、关乎道德正义的问题，被转化为如何优化效率这种技术问题。当移民官员根据算法的风险评分拒绝一个申请时，他们可以说这是基于客观的、数学的概率，从而回避了对政治决策和制度偏见的责任。算法成为了非正义的完美挡箭牌。算法的自动化决策还带来了2个巨大的风险：黑箱化和权力失衡。许多用于边界管控的算法是专有的、不透明的，没有人，甚至包括政府和使用者本身，都很难完全理解算法做出某个决策的具体逻辑。对于被算法拒绝或惩罚的人来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被判刑的原因。当申诉者要求解释时，政府可以推说这是商业机密或安全所需。这种黑箱决策使得被排斥者几乎失去了所有有效的申诉和抗议渠道。算法系统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和维护，这使得边界管控的权力进一步集中于国家和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手中。书中指出，像 Palantir 和 Anduril 这样的公司提供基于 AI 的边境监控系统，是边界制度背后的权力玩家。这些私人科技公司的利益与边界的严苛化和军事化深度捆绑，他们的技术创新就是对人类自由的技术性侵蚀。算法是边界在数字时代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工具，它让边界的压迫变得高效、隐蔽、难以问责。当我们讨论迁徙的自由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自由不仅受到物理障碍的限制，更受到数字障碍的限制。废除边界不仅仅是拆除边境墙，更是对自动化非正义的宣战。我们必须挑战这种将人类命运简化为风险分数，并用技术假象掩盖政治偏见的系统。在我们的最后一章中，我们将回归本书最核心的，也是最富启发性的部分——废除主义的愿景和实践。既然边界和他的帮凶们已经对自由造成了如此深重的伤害，我们该如何想象和构建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
我们将探讨非改革主义的改革和移动与停留的自由。我们终于来到了反对边界、废除论据的最后一章。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用批判的视角将边界制度的表皮层层剥开。我们看到，边界并非中立的秩序维护者，而是与种族等级、性别剥削、资本利润、警察权力、反恐恐惧、数字监控和算法偏见紧密交织的系统性暴力工具。现在问题来了，既然边界对自由造成了如此深重的伤害，我们该怎么办？仅仅改良够吗？本章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宏大、更彻底的愿景：废除边界。废除主义这个词，很多人会联想到废除奴隶制，或者像安吉拉·戴维斯和玛利亚·姆卡巴等黑人女权主义思想家倡导的废除监狱运动。本书正是将这种废除主义的政治哲学应用于边界。废除边界，其意义远不止于拆除边境墙或打开大门。作者强调，废除主义关乎两件事情：缺失 （absence）， 彻底移除那些造成伤害和暴力的国家实践，例如驱逐出境、移民拘留中心、针对性的警察审查，以及一切用数据和算法将人非法化的制度。存在 presence， 积极构建和培养那些能够维系生命、促进繁荣的社会实践，例如社区互助、普遍的医疗和教育、经济正义，以及能够真正照顾所有人的关怀基础设施。废除边界，实际上是要求我们构建一种新的集体生活形态，一种比当前民族国家体系更利于人类整体繁荣的社会结构。这正是对我们上一期节目中提到的迁徙的自由的最终呼应和实践。很多人会问，废除边界听起来太过乌托邦，如何从现实开始？本书提供了一个务实的政治概念：非改革主义的改革。这不是指那些仅仅让边界看起来更人性化，但实际却巩固了边界权利的好人改革。相反，非改革主义的改革必须是那些能够削弱边界的权利、持久性和合法性的行动。我们可以聚焦于以下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身份的脱钩，将基本权利与公民身份或移民状态彻底脱钩；推动全民医疗或普遍住房等运动，确保无论一个人的身份如何，他都能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利。例如，如果非公民享有与公民同等的福利，那么非法化的武器就会失去大部分效力。2、瓦解执法复合体，削弱并最终终结边界产业和执法机构的运作。组织运动要求关闭所有的移民拘留中心，终止与私人拘留公司的合同，并推动废除排斥法等旨在将人驱逐出境的法律。这也是挑战我们之前提到的警察、移民复合体的关键。3、建设替代性关怀，在社区层面创建庇护和互助空间，以取代国家主导的排斥性系统。建立庇护城市或社区，无论人们的身份如何，都为他们提供法律、医疗和生活上的支持。这种实践就是在国家权力的缝隙中，提前构建无边界的未来形态。废除边界的运动不是一个单一、孤立的议题，它要求我们与更广泛的社会抗争建立连结。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气候正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反对技术监控的斗争。正如本书所指出的，边界是各种系统性暴力的交汇点，因此，废除边界就是削弱所有这些权力系统，为所有人的自由创造空间。本书的最终启示是，真正的安全来自于普遍的自由，而非人为的排斥。当我们敢于想象并努力构建一个没有边界、没有等级、
没有剥削的世界时，我们就是在为第1期节目中提到的古老的、原始的迁徙的自由，重新铺设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感谢您与我一同完成了这次深入的阅读之旅，希望《反对边界：废除论据》这本书能够成为您观察世界、思考结构性不平等的新视角。